这是一个雌性称王的世界，雄性先天有魔性体质缺陷，需要雌性的引导才能避免魔化堕落。因此，无论多么强大的雄性，都必须服从雌性王者。在这个世界里，雌性就是天，支配所有雄性。我本来是个建筑公司的背锅侠，对方好不容易结款，却要我背着2000万现金回去，结果路上心梗发作，活活累死了。死得这么冤的我，竟然在这个世界重生为掌管朱雀国的女皇，而原主此刻跌倒在地，已经被男宠毒杀。终于成功了！没了你这个昏君二世，妖月才能真正坐上这朱雀皇座。我这是穿越了？我的2000万现金呢？恭喜宿主成功穿越，绑定主线任务，驾驭4大男神治国平乱。成功后返乡黄金100万两，负责颜值加50%，冻龄加50%。若任务失败，抹杀宿主。没想到我这真是被压榨的牛马，也有总要帮美男环绕的一天。怎么回事？一条狗也敢叛主？我下的可是刹那芳华，一滴便能毒死3头大象，他居然……陛下，臣是忠心耿耿，只是想要查看您的情况。去你的！你的忠心就是和妖月那贱人一起谋夺我的江山。陛下，您听我说。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。陛下，是妖月将军，是他指使我的，我一时糊涂听了他的话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。我不在乎幕后之人是谁，我现在只想慢慢折磨你这吃我的喝我的，还联合外人算计我的白眼狼。从今天起，我便是朱雀女帝凤天武。雄性只能担任副职，真正掌握权力的正职都是雌性。陛下，海南妖乱未平，妖月、星月2位将军未归，北疆蛮族又大举南下，狼妖将军死守孤城，已岌岌可危。是任务里提到的美男，这身材这胸肌，给我暖床肯定不错。狼妖将军乃国之重将，绝不可出现闪失。陛下，您不是最讨厌粗鄙莽夫了吗？何以如今……住口！朕决定御驾亲征北疆，驰援狼妖将军。陛下慎重，如今国库吃紧。啊，这该怎么办？2000万工程款已兑换成白银100万两，冲入国库用作军饷。朕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撑住，狼妖，你的女皇来了。大家撑住，陛下的援军一定会来的。蛮族退兵了。将军神勇，又一次击退蛮贼。萧大人有何要事？将军，你已死守半月，粮草将尽，箭矢用绝，可朝廷连只言片语的褒奖都没有，更别说援军了。再守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啊！休要胡言，陛下定然是被其他要事耽误了。要事？将军，您何必自欺？谁人不知女皇昏聩，沉迷曹锟等美色，早已不管国事。属下实在不忍看您白白苦守。够了，我知陛下不喜我这般魁梧、皮肤暗黑的武夫，这才将我派来镇北城驻守。姚月将军就不同了，他雄才大略，更对您赏识有加。若您弃暗投明，姚月将军绝不会亏待你。住口！吾此身此命早已归属凤座之上的女皇。您当真要为凤天武那种无能废物豁出命？陛下可以负我，我狼妖绝不负他。你再敢对陛下出言不逊，死！小人知错。蠢货一个，还幻想着凤天武会派兵来支援。如今国库告急，根本没钱出兵。蛮族凶悍，就凭你这点人，根本守不住。等城破之后，你便是后悔想投靠姚月将军也晚了。哼！怎么回事？蛮族怎么跑了？将军，是薛家朱雀起。真的有援军？怎么会？陛下不是被曹锟迷惑，整是不理朝政。定是姚月将军平定南疆后，星夜兼程来救北疆了。狼妖将军，这才是明主啊！您此刻归顺，正是时。归顺。朕的男人，什么时候轮到他妖月来救？陛下刚刚说我是他的男人，可曹锟蛊惑陛下多日，
他怎会亲自来这苦寒绝地？难道是新的折辱方式？参见陛下，小人刚刚只是……你的心是黑是红？与朕拖下去，让杀！这老东西还以为我是那个不喜杀伐的原主，既然穿越了，那我就要当一次真正的大女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奉天武，你不能杀我！蛮族10万大军围城，粮草军械调动唯我熟知。杀了我，这城7日必破。我还是邀月将军的人，你动我，便是与邀月将军彻底撕破脸。你就不怕他？放开他！哼，小人替邀月将军谢过陛下。果然，陛下还是这般，不敢与邀月将军作对。朕留你一命，是要你回去告诉邀月，他只是朕养的一条狗罢了。如今有的东西都是朕给，敢呲牙便该死了。啊！小人记住了，一定一字不差转告邀月将军。希望陛下一直都能如此的有底气。哼，你们可以试着忤逆朕，但朕已经做好将你们踩脚下嘲笑的准备，还不快滚回去，告诉你家主子，滚！小样，被姐折服了吧？可恶的蛮族，居然把我的小狼狗伤成这样，还好没破相。看来陛下还是厌恶我这种浑身肌肉的武夫，想必他这次来也是被曹锟蛊惑来羞辱我。朕来晚了，你受苦了。陛下若想羞辱我，不必如此，也不用让曹锟在暗中躲着看我笑话。曹锟已被我关入天牢，朕此次是为你而来，我的大将军。你没骗我？你是朕的男人，没有朕同意，谁也没资格动你。狼妖，愿为陛下付出一切。乖，这才是朕的小狼狗。邀月将军，属下劝降狼妖马上就要成功，可奉天武那个昏君忽然赶到，不仅打属下，还让属下转告您，说他说什么？奉天武说您就是他养的一条狗，敢呲牙就打死将军。将军饶命啊！将军饶命啊！我这位姐姐是彻底疯了。将军，奉天武打属下事小，可朱雀国若没您，早就被灭了。他居然羞辱您，属下都看不过去啊！不如我们趁着奉天武在北疆，直接班师回朝，拿下王城。到时候您便是真正的女帝。此时起兵是篡逆，与我不利。可北疆蛮族凶猛，奉天武绝无胜算。若他兵败身死，他当然会败。蛮族信仰苍穹天神，汉勇无畏。镇北城粮草匮乏，军械老旧，狼妖再勇也是困兽之斗。我要的不是他简单的死，我要奉天武狼狈大败，失尽军心民心，要天下人都看清谁才是能庇佑朱雀的真皇。奉天武，你坐拥的江山，你挥霍的忠诚，你本不配拥有的一切，很快这些就该物归原主了。陛下，冬季到来，蛮族不抢过过冬所需，不会轻易退兵。镇北城粮草兵器皆不足，最多撑7日，并且蛮族信仰天上神灵，悍不畏死。陛下奉躯金贵，这小狼狗是真关心我。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任务，拯救狼药。任务奖励：解锁系统商店。阶段任务发布：镇压蛮族。任务奖励：黄金10000两，神奇星辰单程1，魅力值加5。黄金10000两，有了这些钱，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国库入不敷出了。这系统奖励倒是丰厚，但怎么才能击退蛮族呢？不知道这系统商店里有什么退敌的玩意儿呢？这是……陛下，眼下蛮族随时来犯，还望陛下速速班师回朝。朕怎么能舍弃自己的小狼狗独自离开？陛下，此时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他们不退兵，那便打。自古以来，女皇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陛下心怀天下，可战场毕竟不是意气用事之地。放心，朕早已给蛮族准备了惊喜，只等他们再次来犯，就狠狠让他们长长记性，就让这些自不量力的家伙尝尝这系统道具的威力。狼母，朱雀女皇亲临，亡期已历7日，我们是否暂避锋芒？绝对不行！我们死了那么多族人，此刻撤退，冬天会有更多族人饿死。无需撤退。可朱雀女皇……哼，朱雀女皇昏庸无能，我已经得到消息，她这几日沉迷享乐，连城中粮草兵器数量都不知道。这一次，我要掠夺足以吃到明年冬天的食物。镇北城中粮草最多支撑到今晚，军心已乱，
今晚进攻必定破城。狼母，朱雀女皇会不会有后手？她这几日全在和丑男玩乐，连一封送出去的书信都没有，何来的后手？狼母，大军已经准备好了。这几日一直天气晴朗，这便是天神的庇佑。今晚破城，拿下朱雀女皇。是。陛下，仓官来报，最后一袋粟米已在今日暮时分发完毕，军中再无力量，军心浮动，已有士卒夜逃。无妨，今夜之后咱们吃羊肉，蛮族肯定要趁着夜色攻城，到时候就看姐的厉害吧。陛下，现在不是玩笑的时候，您这几日不督造捐械，不调配粮草，只顾和末将享乐，这如何抵御蛮族？不好，是蛮族进攻的好声！所有人准备战斗！别害怕，安心看就是。陛下，您就别胡闹了，趁着现在安全，末将让人送您回王城。朱雀女皇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，出城投降吧，我不杀你。城内粮草消耗殆尽，兵器也折损大半，抵御不住蛮族了。我留下来为您断后。今晚要跑的可不是我们。天雷符用在蛮族8部身上正好，1000两黄金虽然贵，但完成任务后的奖励足够丰厚，购买。煌煌天威，天武敕令，吾以赤霄为弓，南离为柄，执掌焚天盛宴之朱雀女皇之名。号令9朱天雀女皇是10得了失心疯，居然在命令天神。勇士们，进攻！以吾血脉中奔涌的不灭神火为引，敕令诸神落雷。天雷，是天神发怒了！狼母，是天雷，真的是天雷！勇士们都不敢上前了。我族供奉天神数百年，为何天神要护着朱雀人？难道我们才是被抛弃的？陛下竟然真的换来了天雷！朕说过，今晚请你吃羊肉。我的将军，你现在要好好想想，待会儿该怎么谢恩。阿如那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天罚，你们烧杀的每一座村庄，苍天都记得。现在放下武器，朕可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否则天罚再度降临，你蛮族8部皆要荡然无存。狼母，不能打了，这是神罚啊！我们触怒天神了！蠢货，这是妖术，是那朱雀女皇奉天武的诡计。攻城狼，上前，撞开城门！勇士们，随我攻城，我捉朱雀女皇！陛下，蛮族没有被吓到，我们……姐早就知道他们不会一下就被吓破的，特意做了好几手准备。真累了。陛下，请坐。懂事，枉朕那么宠你，人肉坐垫，加热均匀，肌肉弹性佳，5星好评。死到临头，还在男人身上寻欢作乐。宋天武，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。差不多了。谁说姐只买了1张天雷符？狼母，停手吧！这是天怒，是天神在惩罚我们啊！这定然是邪术！你们朱雀女皇，天神使者，我们知错了！饶命！饶命啊！求朱雀女皇宽恕！轻松取胜。封天武，要杀便杀，我若皱一下眉头，便不配为苍狼之主。凤星云在南海拥兵自重，阿如那若出事，只会让北原陷入混乱，诞生更不可控的敌人。不如让他和整个北原都为我所用。真让朕失望，没想到北原狼母居然是个输了就给自己找借口的懦夫。若不是你用了妖术，我10万大军怎么可能败给你们这些卑鄙的朱雀人？动手吧，我北原勇士不惧死亡。好一个不惧死亡！阿如那，你是个有血性的人，朕不杀你。你可知道放了我的后果？即便留下你，北原上也还有第2个、第3个你。姐要的是让你自此对我心悦神服，让北原成为我的臣子。朕放你，只是不愿看到太多妇孺冻死在草原上。
回去吧，趁着凛冬未至，带着你的人回你的草原。朱雀女皇，我之前小看你了。这是我北元至宝天池雪莲，有60%概率进化魔性。听闻西境镇魔将军苍明濒临入魔，这个对他也许有用。太好了，有了天池雪莲，苍明肯定能挺过来。恭喜宿主镇压蛮族，稳定北疆，奖励发放，魅力值加5，黄金万两自动放入内库，神级净尘丹可随时取出。60%概率，这也太低了，和净尘丹完全没法比。还是系统给的东西好啊！不必了，这样的男人必须万无一失。陛下，苍明他……邀月、星月将军远在南海，陛下又只是低级雌性，你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根本不在乎苍明的死活？朱雀女皇，如果你没有把苍明拯救回来，国内必然动荡，到时候定会有人要取你而代之。朕乃真皇，何惧一群乱臣贼子？你若真能凭己力救回那位将军，阿如那以及北元8部愿效忠朱雀。你不愿接纳？你北元8部要效忠的不是朱雀，而是朕。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将军，北疆急报！混着，不知道我用餐之时，天塌下来也得等着。你最好有足够分量的消息来换你这条命。将军，北疆那边，北疆城那边的情况不是都查探清楚了？无非是镇北城破，奉天武狼狈而逃，还能出什么大事？奉天武他没有逃，没逃，被活捉了，真是个无能蠢货，净给我添麻烦。不过也无妨，一个被活捉的女皇，正好让天下百姓看看她是个什么货色。没有被活捉，他守住了镇北城，守住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将军，千真万确，那方天武不知用了什么妖法，引发天雷，蛮族被吓破胆，当众投降了。北元狼母献出至宝天池雪莲，被他拒绝。如今国内到处都在歌颂他的事迹。好得很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藏得可真深了。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拒绝那北元狼母的天池雪莲，立刻去办。第一，全国传播。镇魔将军苍明濒临入魔，女皇奉天武却不管不问，在镇北城与丑男玩乐。邀月将军在南海抵挡妖族，您就是唯一的皇级雌性，到时出手，不仅能获得苍明忠心，更能踩着奉天武获得国民声望，将军妙计啊！算你还有点脑子。传令班师回朝，奉天武那凤座是我的，现在我回来拿了。陛下，出事了！莫慌。何事？苍明已经被人从西境押送回来，有人大肆散播苍明濒临入魔。小狼狗就是有活力，一天天劲儿跟用不完似的。如今举国上下都在议论，认为朕无情无义，沉迷享乐。陛下，你怎么？姐可是看过5000年历史的女人，这种低级的手段，不用想我都知道是谁安。既然别人已经给我们找好了观众，那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。吩咐下去，今天下午朕亲自救治苍明将军。末将领旨。瞧瞧咱们女皇这气度，这捏后颈，这手法，狼药这般猛将在她手里，倒成了只乖顺的大狗。愚蠢！凤星云既敢煽动舆论，必切断了所有后路。王城乃至全国流通的净尘丹，此刻恐怕已进入他囊中。即便有，净尘丹的成功概率也只有30%，救不下苍明，凤星云肯定会趁势起兵。韩彻，北疆出现的天雷，明知是放虎归山，依然释放阿如那。咱们这位女皇陛下的城府，连我都看不透，说不定陛下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呢。净尘丹30%的进化概率太低了，难不成他还能拿出10%进化概率的宝物？明将军，怎么会变成这个？这是普通话了吗？奉天武，内库皇城的所有净尘丹都被我收集，你拿什么救人？恭贺将军距离凤座更进一步。陛下驾到！好戏开场了，奉天武，你现在有多得意，等会儿就会多绝望。苍明，别害怕，朕来了。看，将军认出陛下了。有陛下在，苍明将军肯定不会出事的。陛下，内库失窃，臣查遍王城所有药铺、黑市，所有净尘丹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。现在怎么？皇姐，怎么还不开始？莫非是有什么困难？
苍明将军已经半魔化，多耽搁1秒就危险1秒。凤天武，接下来我看你怎么办。没有困难。可我刚才听到郎耀将军说，内库的净尘丹失踪，城内的净尘丹又正巧卖完。皇姐，你的魅力等级又这么低，根本无法净化苍明将军。是啊，陛下的魅力等级是最低级，根本没办法净化苍明将军。为什么身为皇级雌性的邀月将军不是女皇，反而让只是低级雌性的人坐上凤座？姐姐，看到了吗？我才是民心所向。你若现在让位于我，我还能留你性命。你要干嘛？朕的凤座，何时轮到一只胆小如鼠的狗也能觊觎的了？朕早就为苍明将军准备好了净化魔性之物，这颗净尘丹品阶位列神级，10成概率完全净化魔性。我就知道，陛下肯定早有准备，不会让苍明出事的。陛下虽然魅力是最低等级，但却运筹帷幄。陛下还御驾亲征，抓了北元狼母呢，扬了我朱雀国威。净尘丹色如初雪，药香清冽，此物色泽诡异，毫无丹香，分明是赝品。胡闹！魔性净化，岂容儿戏？他这是在用苍明的性命去维护一时颜面啊！是真是假，等下便知。我愚蠢的妹妹，你永远也无法理解什么是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朕以朱雀国第27代君主之名在此立誓，如果苍明服下丹药后魔性没有被净化，朕自愿退位，以此身谢罪天下。苍明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会没事的。陛下没有撒谎，苍明将军的魔性正在被净化，陛下万岁！凤天武怎么会真的有这样的宝物？想不到他真的有能够净化苍明的神级净尘丹。等等，这种异象是不好啊！苍明这是彻底入魔了。好强大的气势，入魔了！苍明将军彻底入魔了！看见了，你们都看见了，这就是咱们这位陛下干的好事。什么10成把握，什么先帝留下，都是假的，那根本就是毒丹，是催命符，是凤天武这个昏君为了自己那可笑的帝王颜面，硬生生把为国流血的将军害成魔物。陛下真的害了苍明将军，退位！这样的昏君不配当我们的女皇。果然，凤天武根本不值得我们忠诚，为了权位，连最后的底线都可践踏，当真让人失望透顶。难道当真是我看错凤天武了？他之前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巧合，气血暴涨，气息也在飞速增强，的确是彻底入魔的征兆。等等，魔气居然在减弱。陛下，您不是说苍明不会有事的？您口中的万无一失，难道只是骗我的？我的好姐姐，这场戏你演砸了。现在禅位于我，妹妹还能让你苟延残喘地看着朱雀国在我的带领下一飞冲天？凤星云，你还真是蠢啊，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如果没有10成的把握，我怎么敢在皇城门前公开治疗苍明？凤天武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撒谎欺骗大家？上一世什么样的人姐没见过？你现在说的越多，他们越厌恶我。等会儿发现苍明没事，就会越愧疚，对我越崇敬。凤星云，谁告诉你苍明这是彻底入魔了？你可知血脉返祖？血脉返祖，凤天武，你还真能胡言乱语。之前说10成把握净化苍明将军魔性，如今又说他这不是入魔，是血脉返祖，何其可笑！陛下与邀月将军，究竟谁说的是真的？血脉返祖，没听过呀。国师大人学识渊博，或许知道。血脉返祖，有意思。没想到咱们这位陛下居然连这件事都知道。当真有此一说？当然，只不过条件非常苛刻，从古至今出现过的次数不超过双手，所以没什么人知道。就拿苍明来说，他体内蕴含一丝青龙血脉，哪怕稀薄至极，也让他的身体素质远超常人。若是能血脉返祖，苍明不仅不会入魔，实力反而飞跃。纵然真有返祖一事，你觉得凤天武能做到？这就要看我们的女皇大人究竟是麻雀还是真皇了。凤天武，你登基以来沉迷享乐，如今更是一次次折损皇室威严。当初母皇就不该传位于你。小妹妹，你这战斗力还不如网上的水军，车站还学人家造反。你说朕折损皇室威严？好啊，那朕问你，朕御驾亲征时，是谁派人蛊惑守将弃城而逃？又是谁得知苍明将军兵临入魔，
暗中让人收购全城进城丹销毁，用一位忠良的性命来抹黑朕。侮辱天威的是你，无故生事的是你，心存不轨，欲毁我朱雀根基的还是你。凤星云，进城丹被收购销毁，难怪到处都买不到。真的是邀月将军他。凤天武，你毒害将军不成，便想血口喷人，转移视线。凤天武神志不清，已不配执掌朱雀。来人，送他回宫静养。没有本将军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想动陛下，那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这小狼狗虽然经常内耗，但对姐的确忠心耿耿，今晚就好好宠幸他一番。狼药，你当真要为这个昏君搭上性命？我狼药受陛下信任，哪怕陛下有千错万错，我亦守护左右。陛下，等下我为您杀出一条血路，您往宫内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傻狗，谁说我们需要逃了？想走，今天我就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动手！妹妹啊妹妹，朕方才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不信吗？陛下小心！现在谁还想碰他？站出来！居然真的恢复了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魔性入骨，即便是我这个皇级女性，都无法做到恢复理智。风天武，你究竟是用了什么邪术？血脉当真返祖了，它不仅仅是清除魔性，这威压于一小，苍冥的青龙血脉至少提升了3个层次。实诚宝宝，返祖为真，难道凤天武当真没有撒谎？如果他说的都是实话，这般手段与城府，深不可测。苍冥，将这些人拿下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。不用你多说。神丹，真的是神丹！陛下真的救了苍冥将军，我只知道陛下是真皇教师，你们不知道，陛下御驾亲征时，抬手便能换来天雷，那些蛮族都被吓破胆了。丁检测到明星剧烈回升，信仰值暴涨，达成隐藏成就，力挽狂澜，奖励发放，黄金1万两已存入仓库，魅力点+5，这才像话。果然，人民群众的眼睛最终还是雪亮的。奇怪，怎么感觉陛下忽然更漂亮，更想亲近了？妹妹看到了吗？你只知道争权夺势，却不知道座上凤座究竟要承担什么。你的阴谋诡计就像是戏台上的丑角般上蹿下跳。凤天武，有本事和我1对1厮杀！还敢造次！陛下怎么处理？这些明明都应该是我的。凤天武，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毕竟是朕的妹妹，带上她，免得再丢我的人。领命。陛下回宫。恭送女皇陛下。陛下，末将请罪。末将先前又一次质疑了你，我有罪。小狼狗就是心思单纯，不过也正好可以培养感情。狼药，抬起头，看着朕。是人都会犯错，朕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自己思想，但最终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站在朕身边的人。狼药，你会背叛朕吗？狼药此身此心，早已归属陛下，虽死无悔。很好，只要你不背叛，就永远是朕的男人，明白了吗？谢陛下。谋逆刚刚镇压，你们2人不操心国事，居然还在这儿女情长。哟呵，姐都差点忘了，这还有一个傲娇男。哦，苍冥将军很关心国事啊。你靠这么近干什么？我身为将军，自该心怀家国。那朕的大将军，你会让朕出事吗？不会，但你别以为我是想保护你，只是你出事了，肯定要朝野震荡，百姓不安，我担心百姓们而已。弯腰，对不起，苍冥，让你被魔性折磨了那么久。别以为道个歉就有用，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就重新喜欢上你这种任性妄为的君上。不会喜欢上我，那么听话。没想到苍冥还是个傲娇。凤天武，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，要杀要剐尽管来。你不配成为朱雀国的女皇，等见了母皇，我一定要告你，你就等着吧。凤天武，你，凤天武，有胆子就杀了我，别在这羞辱我。还是说你不敢？你害怕心愿那个老太婆收拾你？哼，可笑。放心云，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这一巴掌不是羞辱你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朕打你是因为你折辱了朕，更让凤氏列祖列宗脸上蒙羞。你想上位，可以用阴谋诡计，
也可以战场厮杀，但你不该用苍冥的命来做文章，更不该在光天化日王城所有民众面前上演逼宫篡位的丑戏。你如此作为，毁的不是我奉天武一人，你毁的是朱雀国数百年的传承与尊严。给他解开。遵命，陛下。奉天武，你又要耍什么阴谋诡计？姐的主线任务是治国平乱，真就这么把你这个鱼饵处理了？藏在暗处的那些大鱼们怎么冒头？朕说过，别把自己看太重，不杀你只是因为你不配脏了朕的手。带上来。魔鬼将军，奉天武肯定是被魔物夺舍了。记住，没有把握之前老老实实待着，再碍朕的眼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奉天武，你会后悔放了我的。陛下，凤新云狼子野心，今日放虎归山，他日必成心腹大患。虎，他最短算个会哈气的傻猫，凤新云好收拾。朕要的是借着这次机会，把朝堂上下所有对朕存异心的人一网打尽，连根拔起。客人既然来了，就别藏着了。将军深夜前来，有失远迎。枕月公子，我今日来是给你一个你等待多年的机会。哦，将军此话怎讲？你觉得奉天武如何？昏庸无能，整日沉迷享乐，若非有先帝安排的苍冥狼药等人，早已无法坐稳凤座。这样的废物都能坐在皇位之上，枕月公子身为前朝皇家谢氏血脉，真的甘心在这揽月阁抛头露面？将军到底想说什么？帮我推翻奉天武这个昏君，我帮你复国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听闻枕月公子琴音神通，可安抚精神，亦可撩动心魔。3日后便是宫中赏月宴，我会带你入宫。奉天武为了彰显自己，必会让苍冥出席。苍冥魔性出侵，看似威猛，实则根基最是不稳。将军想让我激化苍冥魔性，让他失控？不错，到时奉天武必然声望大噪，而我则趁势而起，将奉天武软禁，逼迫他上位。苍冥抵御西境魔族多年，是有功之臣。谢枕月，苍冥再怎么有功，也是你的敌人。如今的你只是条丧家之犬，当初若不是我，你早已饿死在了路边。你救过我，我答应帮你。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可划出3州之地，助你复国。公子，风行云野心勃勃，心狠手辣，他的话当真可信吗？10多年前，我在街头与野狗争食，便是他替我赶走野狗，还给了我吃的。滚开！不准咬他！若那时他没出现，我可能早已露死街头。真可怜，快吃吧，我的披风也给你。凤纹是皇室成员才能穿戴，传闻奉天武从小就刁蛮任性，想必是儿时的邀月将军救了我。我相信他这样有善心的人，才是朱雀国真正的明君。您念叨了这么多年，可万一那人不是凤新云呢？将军，王城急报！凤星云终究还是动手了。老身早就劝过他，奉天武虽然昏庸了些，但毕竟是正统。为了一个位置，便姐妹相残。从今往后，天下都会笑我凤家。奉天武那混账如今在哪儿？没有被凤星云抓住吧？将军，邀月将军的确动手了，但他输了。凤星云输了，我还以为是……你刚刚说谁输了？邀月将军输了，并且还输得一塌糊涂。邀月将军用苍冥将军入魔指责陛下，谁知道陛下拿出了一枚神丹，不仅让苍冥将军恢复，更是血脉返祖，实力大增。这些情报是咱们的人加急送来的。陛下治好苍冥将军，镇压叛军，简直是往狂澜于既倒。坏了，以奉天武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凤星云必然要被处以极刑。你速速送我书信去王城，阻拦奉天武。将军，陛下他没有杀邀月将军。你说什么？陛下非但没有处决邀月将军，反而将他放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奉天武不仅镇压了凤星云，还没有计较他谋逆，将人给放了？将军所言一字不差。你是不是被什么人诓骗了，或是情报有误？奉天武有几斤几两，老身还能不清楚？文治武功样样不行，帝王心术更是一窍不通，整日就知道享乐，没有把家业败光就不错了。或许是陛下突然醒悟，奋发图强，亦或是陛下之前都在韬光养晦。绝无可能，老身辅佐过3位女王，什么样的人是真糊涂，什么样的人是装糊涂，一眼便知。你再去探查，
这可能是奉天武散播的假消息。将军，你是不是对陛下成见太深了？既然你们都相信奉天武，那老身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他若是真有这等翻云覆雨的手段与帝王心胸，我这把老骨头，还有这南海10万兵权，也心甘情愿地交还给他。陛下，这就是观星楼。这就是我那第3个美男的地方，燕之玄，朱雀国师，同时也是吏部侍郎，观测天象，洞察朝堂。原主整天沉迷享乐，朱雀国还没大事，他功不可没。国师大人，韩彻这是怎么了？回陛下，韩彻将军不过是些陈年旧伤，偶有反复罢了，劳您挂心。怎么感觉他有点生气呢？陛下，您忘了去年南海妖族大规模叛乱，韩彻将军来信请求增援，但王城调拨的物资迟迟未至，导致镇南军被迫撤退。韩彻将军也被妖族统领的冰魄毒抓死伤，这伤一直未能根除。竟然有人敢贪墨镇拨给前线的军需，导致韩彻将军受伤，真受不了他。抱歉陛下，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不会笑的。陛下，您忘了，当时支援的军需被您卖了给曹锟买珍宝。是真一时疏忽，被曹锟魅惑。陛下言重了，身为臣子，本就该为国分忧，只是可怜韩彻将军日日受着寒气侵蚀之苦，难以入眠，好生可怜呐。国师学识渊博，可有治疗之法？办法倒有，不过代价极大。陛下真的愿意？不惜什么代价，我都会办到。说来也巧，3日后就是赏月宴，达官贵人们皆会携珍奇宝物入场竞拍，彰显我朱雀富裕。南海商行带来了一株千年赤阳血珊瑚，正好可解韩彻将军之伤，只是其价值珍贵，臣担心陛下囊中羞涩。系统任务发布：冰魄逢春。任务内容：拍下千年赤阳血珊瑚。任务奖励：国库资金加200万两，魅力值加5。朕记下了，赏月宴上，朕必为将军拍下。劳国师暂且照顾将军。咱们这位陛下还是很关心你的。不过是装模作样体恤下属罢了。那赤阳血珊瑚既是救命良药，亦是身份象征，有价无市。他素来不喜欢我们这些不懂阿谀奉承之人，又怎会花巨款去买？3日后的赏月宴真是令人期待啊！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就是故意让你看到的，为的就是让你买那赤阳血珊瑚。朕知道。知道你还答应？他们在骗你。朕知道他们是故意的，但朕不在乎。韩彻是朕的男人，他也是因为朕受伤。即便他们不演这一出，朕知道了依然会去买。换成是你们受伤，即便是再贵的药，朕也一定会买下给你。朕的男人，朕自会护着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免礼。谢陛下。陛下近日种种事迹，宛若神迹啊！我朱雀国这是出了真皇天女。邀月将军到。邀月将军怎么来了？陛下竟允他入宫。那是谁？好生俊美。你们连他都不知道？揽月阁的枕月公子，琴音通神，乃是王城第1清官人。带个伶人来赴宴，邀月将军这是何意？臣妹不请自来，还望皇姐勿怪。只是听闻今晚赏月宴很是热闹，臣妹专门请了枕月公子这位琴道第1大家来为皇姐抚琴助兴。准奏，看来我这妹妹还没岸上几天就又坐不住了。她这次又打的什么主意？不愧是第1华魁，这让人怜惜的气质，这小脸姐喜欢。检测到特殊人物谢枕月，宿主靠近便可解锁人物背景资料。特殊人物，看来这就是我那蠢妹妹准备的手段了。陛下不过是个伶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小人真为陛下伤心。哦，此话怎讲？陛下乃是我朱雀国的至尊真皇天女，为何身边竟是些不懂规矩、目无尊上的搓莽武夫？枕月虽微贱，却也知主辱臣死。见陛下被如此轻慢，心中实在难过得很。放肆！你说谁目无尊上的？你这小人，再敢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谢琴师，您受伤了。苍明将军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你这小人！传御医。多谢陛下关怀，枕月无碍的，求陛下千万不要责怪苍明将军，他也不是故意害枕月受伤的，伤了枕月不要紧，只要不伤到陛下，您的万金之躯就可。陛下，我没用力气啊，苍明将军怎么行事如此鲁莽？就是。眼睛绿茶，演技派，
可惜姐上辈子在职场和甲方那儿什么品种的茶没喝过，就这点离间的小把戏。不过正好借此机会独处，解锁他的背景资料。带枕月公子去包扎，朕也会同去，不得敷衍。好啊，这么快就被迷住了。奉天武，你现在有多开心，等会儿就会多绝望。陛下，枕月公子是皮外伤，最多7天便可恢复。退下吧。查看进度，解锁人物背景资料89%、90%。陛下，都是枕月不好，若非我实在忍不住出言，又怎会惹将军动怒？真是一张俊俏的脸，让朕都心动了。凤心您说的对，奉天武不过是个沉溺美色的草包，略施手段便手到擒来。陛下，不可以！苍明将军脾气暴躁，他若知道，肯定要向陛下发火。小人不愿看陛下为难。查看进度99%、100%。谢枕月人物背景资料解锁。前朝皇室遗孤，琴音通神，可激化魔性。看来这就是凤星云的打算了。等等，这是他儿时的回忆。你叫？我叫凤。武儿，我们要走了。这可怜的恐怕是把我认成凤星云了，这才选择帮他对付我。谢枕月啊，谢枕月，空有一副绝世皮囊和通神琴技，怎么偏偏是个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糊涂蛋呢？谢枕月，你这双眼睛里藏了很多故事啊。奉天武看出什么了？不可能，他一个昏君，小人市井杂事经历的多了些，就不说出来误了您的贵气。小人为陛下演奏一首。贵气，前朝谢氏的遗孤血脉，即便沦落风尘，都难掩这份与生俱来的贵气。这何惧之有？陛下，您误会了，小人虽姓谢，但并非前朝淤泥。谢枕月，你以为朕为何会专门关心你一个连人，激发苍冥魔性，让朕威严尽失？谢枕月，这不就是你们的计划吗？是，这一切都是我谋划的，与旁人无关。小人前朝余孽怀恨在心，今日之事也皆是小人处心积虑所为。行阴惑星之术亦是谢氏不传秘法，妖月将军只是受我蒙蔽，带我入宫，对此毫不知情。小人自是犯下死罪，指望陛下莫要牵连他人。传闻中奉天武残暴不仁，阿爹阿娘孩儿无能。谢枕月，你谢家先祖要知道你这么蠢，怕是要连夜托梦抽你。奉天武，你可以杀我，可以辱我，但不能辱我谢氏门楣。这傻蛋，被凤仙云卖了，还在帮他数钱。从始至终羞辱谢家的都是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到现在都没发现吗？凤仙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牺牲品。不是这样，凤仙云答应要帮我复国。谢枕月，若今日苍冥当真魔性失控，血溅赏月宴，甚至威胁到朕的安危，你猜猜第一个要杀你灭口的会是谁？你不知道？那朕告诉你，是凤星云。你前朝余孽的身份就是他的免责金牌。至于答应你的复国，一个死人还如何复国？想明白了就回你的位置上。赏月宴还未结束，朕要听你抚琴。你不杀我，你就不怕我暗中联络旧部，隐忍蛰伏？我有朝一日真的造反复国。朕封你为御前首席乐师，让你在朕身边蛰伏。如若你有朝一日，你能让这天下记住你的名字，而非前朝遗孤，届时你若还想复仇，朕等着。奉天武，就算你饶了我，我也绝不会心软。迟早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留我在身边。那是国师大人跟韩彻将军。想不到韩彻大人也会出席赏月宴。将军，好机会！今晚的压轴牌品是赤阳血珊瑚，正好对韩彻将军的寒毒有治疗奇效。若您能拿下，消息属实，千真万确，就是价格较高，起拍价10万白银。若想拿下，可能要翻上7、8倍。您拍下这赤阳血珊瑚有2个好处：韩彻将军本就与奉天武关系不和，您再拿出如此之宝，他还不立马投靠；二来，朱雀国的内库早已被我掏空，根本没钱，连自己的男人都救不了，何其丢人！区7、80万两白银而已，我今晚足足准备了100万两，不仅要让奉天武拍不到，还要让他眼睁睁看着韩彻由我来施恩治愈。玉皇驾到！终于回来了，谢枕月平安无事，看来他已经成功了。奉天武，你这个蠢货！今晚之后，朱雀国的女皇就是我了。系统，我还有多少钱？您共有黄金19000两，可兑换白银190万两，是否兑换？兑换。
兑换成功，190万两白银已送入内库，可随时派人取出。检测到宿主已初步折服特殊任务谢整月，额外奖励100万两白银一同送入内库。290万两白银，发财了！姐这次真的发财了。方星云肯定要给我捣乱，说不定要和我抢至阳血珊瑚。不过姐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宣布，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件宝物是鸽血红宝石冠，色泽浓艳如血，镶嵌工艺难以失传的雀羽点翠法，起拍价1万两白银。不要，不要！前朝孤品紫砂壶，世间仅此一只，2万白银起拍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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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怪了，陛下和邀月将军都看不上这些。我看不像气氛不对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只怕都在等最后那件真正的宝物。可陛下在往年的拍卖会上都是一掷千金的给曹坤买宝物，为何这次？风天武，你前不久刚刚自掏腰包御驾亲征，如今你的国库又能有多少钱？韩彻和这赤阳雪珊瑚，我要定了。这蠢货这么有自信，想来准备的资金不少。朕也正好借此机会看看都是哪些老鼠在给他提供资金。我就说咱们这位陛下不一样了，你看，一件拍品都未曾出价，肯定是留着钱给你买赤阳血珊瑚的。你总是毫无缘由的相信他。陛下的手段连我都看不透，邀月将军却是依靠背后几家提供资金。相比之下，我自然更相信陛下。他前段时间为了御驾亲征，自己出的军费耗资少说100万，你觉得他还能有钱吗？为了一个不喜欢的臣子倾家荡产，燕之雪，你的信任未免太过天真。诸位贵宾，接下来这件宝物是今夜的压轴之宝，来自南海万丈海衍生处，受地火与玄冰1万次淬炼的千年赤血血珊瑚。哼，当真是好宝贝。难怪陛下与邀月将军一直没有开口。陛下前段时间才御驾亲征，怕是资金不足和邀月将军竞争。我出20万两白，200万，我出白银200万两。他真的愿意为我花200万两？200万两？陛下他刚打完北疆，国库不空吗？这可是现银，交割，不是田产地契能抵的。皇姐好气魄，张口便是200万两，真是令臣妹叹为观止。只不过这赏月宴向来是价高者得，现银交割，可不会因为您是95之尊就能赊欠。您等会儿要是拿不出现银，那丢的可不仅仅是您个人的颜面，更是我整个朱雀皇室乃至朝廷的威信。北疆军费浩大，陛下又自掏腰包，国库哪还有如此巨款？该不会是想以势压人，最后再赊欠？我愚蠢的妹妹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想着查探我的虚实，而不是在这等着被我打脸。可还有人加价？我们还有多少？回将军，现银只有150万两。够了，你去把我的地契商铺全部拿来，现场出售。少说能再卖70、80万两，我就不信奉天武还能继续加价。在场的各位大人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那既然无人加价，那朕来，300万两。奉天武愿意为我拿出300万两，短时间内不变卖家产，也凑不出这么多现银。陛下掌握的势力究竟有多深？你不是说他没钱了吗？将军，小人真的已经掏空了国库。奉天武之前甚至都将调拨给镇南军的军需都变卖了，他肯定是想先虚张声势，等之后私下拖欠。陛下果真豪气，张口就是300万两，可毕竟数目庞大，容易惹人非议，不如先把现银拿来，让大家做个见证。带上来。这赤阳血珊瑚是朕给自己男人准备的，所以朕不在乎划不划算，价钱有没有出高。朕只有300万两，如果你们还有更高的价格，那就出价吧。全是黄金，怎么可能？曹坤明明已经掏空国库，北疆军费更是天文数字。奉天武这些钱是从哪来的？难不成奉天武其实也有人暗中支持？若是没有大人继续出价，那这件赤阳血珊瑚就归陛下了。恭喜陛下得此至宝。至宝于朕而言，它只是一味药，一味能让朕在意的人不再受冰寒蚀骨之苦的药材罢了。姐上辈子阅人无数，一人之术登峰造极，还拿捏不了你。哎呦呦，不得了！我们的大将军怎么脸红了？莫非是殿内过于暖和了？你闭嘴！哎，看来大将军这块冰山要被陛下武化了。将军息怒，
莫忘了咱们的真正目标。皇姐，准岳公子情意冠绝王城，何不趁此良辰美景，让他弹奏一曲，以贺陛下得宝之喜？既然邀月将军发话了，准岳公子，你可愿为朕奏乐？奉天武根本就不是传闻中的昏庸无能，凤心凌的所有谋划都被看穿了，这是枕月之幸。不愧是枕月公子，此曲只应天上有。琴音敌城，心神俱凝啊！奉天武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买下了赤阳血珊瑚又如何？只要苍冥当众谋划，你现在的一切都将化作泡影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苍冥为何没有谋划？难道是谢枕月？将军，您快看看陛下。他早就知道了。奉天武当时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提前发现了我的计划？不可能！我的计划只有身边几个信得过的知道，奉天武怎么可能会知道？这不是我们御前首席乐师大人，一个小小的官位就把你收买了？谢枕月，你谢氏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不然呢？你谢氏秘法呢？为什么苍冥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谢枕月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是关键时刻心软了，或者你那所谓的琴音通魔就是个笑话。不是心软，但我的确是个笑话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计划就暴露了。奉天武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也知道我今夜的任务。我今晚若是当真按照原计划，他还会只是玩味的看着你吗？他怎么会知道？谁告诉他的？是你，是不是你？小人对天发誓，我对您忠心耿耿。另外，苍冥将军的魔性，并非暂时被压制，而是被彻底清除了。即便我真的出手，也无法击坏本就没有的魔性。奉天武给他服下的丹药，的确可以称得上神药。彻底清除，神迹！梦华，这是你为奉天武留下的手段吗？谢枕月，所以你就被奉天武的小恩小惠给迷惑了。将军若执意如此认为，枕月无话可说，告辞。南宫世家南宫红，詹台世家詹台静，见过将军。南宫家主，詹台家主，是来看我笑话的。我二人早已答应帮助将军成事，此番来自然是帮将军的。帮我？今晚之所以没有成事，不就是因为你们两家舍不得出钱？将军稍安勿躁，即便我们倾尽全力助你拍下那株血珊瑚，又如何呢？它终究只是一株药，能治寒彻的伤，或许能稍收其心，却动不了奉天武的根基。苍冥才是关键，让奉天武失去这柄锋利的刀，甚至成为刺向奉天武的凶器，这才是我们原本计划的核心，不是吗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苍冥魔性已清，谢枕月这步棋也废了。奉天武借着今夜之事，王城内威望更盛。奉天武现在坐稳了皇位，手握兵权，又得了人心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老老实实等着被秋后算账。所以我二人这次前来，就是要帮将军扭转大局。奉天武如今不过是暂时稳住了王城内部这一隅之地罢了，南海妖族更是叛乱至今。有姑姑那个老太婆坐镇，南海妖族成不了气候。若是他死了呢？你们要对凤金兰动手？我们两家自然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为将军找了一位能让凤金兰彻底消失的盟友。魔气？你们说的盟友是魔族？将军所言不错，的确是魔族。你们疯了吗？勾结魔族，这是叛国，是与整个天下为敌。哼，谁会知道？他们魔族的条件很合理，只需将军承诺，事成之后割让西境3郡与魔族，以及南海几个港口给妖族便可。只要将军答应，
妖族与魔族便会为我们除掉凤金兰这个阻碍。到时妖魔两族共同入侵，必然人人自危，朝野震动。没了凤金兰，将军您便是最后的希望。到时一人镇压妖魔两族，何等风光无限。而凤天武，他便是不想禅位给您都不行了。这是叛国，就算成功了，百年之后，我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？绝对不行，我不能。将军，清醒些吧。这朱雀国疆土再大，再安定繁荣，那也是凤天武的，跟您没关系。你看看现在的自己，你除了等待凤天武的审判，还能做什么？你真的甘心吗？拿来。好了。臣等恭贺殿下。少来这些虚的，告诉我，魔族和妖族何时动手？2日之后月影之夜，凤金兰阵亡边境，两族入侵，朝中仅剩您这一位黄金女性，凤天武肯定会让您前往镇压，他也只能选您。陛下，我这为你疏通经络，不能出现一丝差池，坐好。这身材，极喜欢。朗耀是古铜色皮肤，本来以为寒彻差不多，没想到截然相反，居然是冷白皮。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国师疗伤了。你们继续，朕之后再。陛下留步，陛下来的正是时候。这赤阳血珊瑚药性至阳至烈，待会儿化解寒毒时，恐有气血逆冲之险。若有陛下在此安抚引导，可护寒彻将军周全。燕之玄，休要信口胡言，我何须旁人安抚引导？将军，该喝药了。你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将军这话可就太伤人家的心了，不给你下药，你的伤怎么好？哼，最后，药效已经在发作了，接下来就交给陛下了。密室已布下结界，外人无法闯入，也无法窥探，保证一丝一毫的声音都传不出来。不就是安抚一下？这有什么？陛下，燕之玄，你说的安抚，不会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吧？朕在。好热。罢了，等会儿别给我冰山帅哥热坏了。且吃点亏就吃点亏吧，乖，朕来帮你。不对劲，妖族近半月来袭扰频繁骤降，甚至不足原先的1/10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前日下令新增的水下防御和沿岸陷阱进度如何？将军，进度很缓慢。怎么回事？老身的命令，现在都有人敢无视了？妖族如此安分，必然有更大图谋。若不能提前准备好，那是要出大事。将军。是萧任督军，他拿着邀月将军凤星云的身份令牌。说如今朝廷用度紧张，南海防线稳固，我们这完全是在浪费，甚至什么？萧任督军怀疑我们是为了中饱私囊，这才大动干戈。一个靠巧言令色上位的货色，也敢拿来阻挠老身的军令？老将军这话就错怪我了。下官都是为您考虑呀。陛下刚御驾亲征，国库空虚，在大兴土木消耗钱粮，难免惹陛下不快。老将军，如今王城那位可不是先帝，刻薄寡恩，邀月将军才是明主，您何不……乱臣贼子也敢妄言陛下，将其拿下，就地正法。邀月将军本不想杀你，奈何你自寻死路。将军，不好了！金月将军，
妖族暴动，少说数10万之众向我们而来，咱们的防御根本不起作用啊！报！将军，魔族突然出现在南海，并且他们和妖族勾结在一起，向我们杀来了。是你们？这是凤星云的手笔。老将军，您知道的这么多，小人就更不能让您活着离开了。奉天武实非明主，您现在投降还来得及。奉天武再怎么不成器，也是个朱雀正统，想动他，老身便先斩了你们。南海800里架起，还要与魔族联军犯境。金月将军失踪，求陛下派兵支援。陛下还要与魔族联军突袭，南海防线全线告急，请您立刻发兵支援。魔族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南边，还跟海妖勾结？金月将军凤金兰呢？他不是在南海镇守吗？金月将军带着亲卫深陷重围，死战不退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星月将军乃是母皇之妹，朕的姑姑，领兵戎马多年，连她都直接相遇，此事绝不简单。凤老将军可是我朱雀柱石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南海若失，海将门户大开，魔族长驱直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必须立刻发兵支援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回凤老将军，否则前线将士军心崩溃，南海就真的完了。臣韩彻请命，即刻带军南下，抵御妖魔两族，救回凤金兰将军。韩彻将军常年镇守南海，对镇南军也熟悉，是个合适人选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你若说不出合理原因，便出去挨上100廷杖吧。韩彻将军的确对南海熟悉，可谁不知道他身负兵破妖毒，实力大损，让他前去，完全就是让我朱雀的将士们送死。我已经挥。那依你之见，谁能担此重任？除了韩彻将军，谁还能支撑如此危局？妖魔联军入侵，一个不慎便是大祸啊！如今局面，唯有一人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救我朱雀亿万百姓。谁呀？是谁？是谁？还能有谁？我那蠢妹妹该登场了。臣妹不才，愿为皇姐分忧。皇姐，臣妹比韩彻将军更适合担此重任吧？之前南海便是由妖月将军与星月将军共同镇守，如今妖月将军刚刚回朝不久，就出现这样的事情，这不正说明妖月将军在南海的重要性？倒也是，妖月将军对南海的熟悉不在韩彻将军之下，并且凤老将军还是他的亲姑姑，也必然会尽心尽力营救。奉天武这么多人支持，你就算再怎么不愿意，也只能选。你这张嘴倒是比骨头硬得多，就是不知道到了南海，面对真正的妖魔，你这番话还顶不顶用？至于某些人过往行径如何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别到时候人没救回来，反而把南海搅得更乱。你一个雄性，也被质疑身为皇级雌性的妖月将军。诸位大人，妖月将军听闻南海危急，第一时间赶来请命，而他却仗着陛下些许恩宠，肆意羞辱妖月将军，简直是祸国乱民。曹大人话虽难听，但也不无道理。军国大事，岂容一介雄性莽夫胡言乱语？你们特殊任务发布，查明妖魔联军入侵的真正原因，并救回凤金兰。任务奖励黄金10万两，魅力加10。10万黄金，这岂不是说我以后能整日花天酒地，调戏美男？够了！你们都说凤星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朕却不这么认为。那就请陛下说说，还有谁比我更合适？那个人便是朕。朕亲自去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南海如今是妖魔横行之地，陛下那万金之躯怎能轻负险境？皇姐，你说你要亲自去，带兵打仗，靠的不是坐在凤座上发号施令。你登基至今，带兵作战过吗？南海局势危急，你还是别添乱。妖月将军，北疆一战，陛下御驾亲征，击退北元8部，生擒狼母阿如那，这是天下皆知的事。北疆，狼耀将军，你不会真以为那是他的本事吧？当日北疆天降惊雷，
蛮族以为是天神震怒，这才溃败。那不过是碰巧碰上雷暴天气罢了，换做任何人在那儿都能躺赢。黄姐，你不会真把运气当成自己的实力了吧？你，看来你对朕的北疆之功很是不服啊。黄姐如果真想让臣妹心服口服，可敢与我对赌？哦，说来听听。南海危机，我们各自带兵，看谁先镇压妖魔联军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。若你输了，我要你自愿禅位于我。你敢吗？陛下，以皇位为赌注，绝不可行。南海形势险恶，妖魔联军来势不明，您这般答应，等同于将主动权拱手让人。皇姐若是不敢，那便算了。奉天武，你已经落入我的圈套中，我只要出兵，妖魔联军必然配合退去。跟我对赌，你必输无疑；不跟我对赌，你刚刚建立起的威信便会轰然崩塌，我依然能取你而代之。朕答应你，退朝吧。臣妹期待皇姐的表现。臣等告退，陛下圣安。这简直是将国运当儿戏啊！陛下还是太年轻气盛，中了邀月将军的激将法。若陛下真输了，难道真要退位？将军好手段，奉天武果然中计。他自以为有了北疆的运气，就真能掌握一切。派人盯着他，不惜一切代价阻挠奉天武出兵。将军放心，保证让奉天武寸步难行。奉天武，这次我要让你输得彻彻底底。他就是故意激将，你就该让我一刀直接劈了他。哪来那么多事情？哼！知道我的苍冥将军实力很强，你不相信朕能赢？陛下，凤老将军下落不明，凤新月也肯定会阻挠我们出兵，咱们想赢困难重重。看来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呢。你总算来了。我实在没想到陛下会应下赌约，您难道没察觉出妖魔联军之事的不对吗？如今您打算怎么办？我听闻国师可向天占卜。陛下是想占卜应对凤星云之策？此类权谋之争，星象所能启示的不过天时地利，关键仍在人为。将希望寄托在占卜上，实非明君所为。不，朕要你占卜的是凤金兰将军此刻的方位。陛下可知，臣3年仅能施展1次窥天机之术，此术需借助星辰之力窥探天机，每用1次，3年之内不可再行占卜。您当真要将这唯一的机会用在寻找凤金兰将军下落之上？新月将军是朕的姑母，母皇病天后，她便扶持朕坐上凤位，于情于理，朕都要将她带回家，颐养天年。哪怕凤老将军以前没少当众训斥陛下，骂您不成器，愧对先帝，那是朕年幼无知，怨不得姑母。那若是会因此耽误您对付凤星云的布局，甚至动摇您的皇位，您也执意要先救她。国师，你觉得凤星云有那个本事？他以为手握兵权，在朝堂上拉拢人心，处处与朕作对，就能把朕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。可他错了，坐稳这个位置，看的从来不只是兵权，更有人心、道义、担当。看来陛下比我想的更加英明。朕答应赌约，不是中了他的激将，而是要把他所有的野心、所有的暗手，全部引到明面上来。到时候你们肯定会站在我这边的，对吧？无论何时，臣都守在陛下身边。本该如此。我才不是为了你，只是不想看百姓遭殃罢了。看来是臣多虑了，臣这便去准备。今夜子时，臣于观星楼开坛占卜，定能寻到凤金兰将军踪迹。好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每一次都以为看透了凤天武，可他却总能给出意料之外的答案，让人忍不住想靠近些，再靠近些，看看他到底还藏着多少惊喜。将军，刚收到宫中密报，燕之玄今晚于观星楼开坛问天，还专门让人去了凤金兰府邸拿些旧物，似乎是为了占卜凤金兰的下落。燕之玄，他不是向来不掺和这些事吗？为什么会去帮凤天武？属下也不知情。若是真被凤天武先一步找到凤金兰，救回皇城，
那他在朝中的声望恐怕……找到又如何？从王城到南海道路险阻，带领大军快马加鞭也要7日。等奉天武带兵过去，凤青兰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即刻开拔，赶往南海。是。报，南宫家主、詹台家主到。将军雷厉风行，兵贵神速，此番南下必能旗开得胜。待平定南海之日，便是民心所向、大事已成之时。见2位吉言，待我归来之日，便是那凤座易主之时。凤老将军何必负隅顽抗？奉天武昏庸无能，德不配位。只要你肯投降，我以性命担保，留你与陛下一条活路。叛国贼子，也配劝降？将军，届时已近，干粮只剩最后3日，我们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也要撑，朝廷的援兵很快就会到，玉皇陛下肯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。妖魔联军入侵，朝内能主事的只有凤星云，奉天武说不定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又怎么可能派兵前来支援？看来此地便是老身的葬身之所了。南海地形复杂，海妖们受限于不善陆战才得以镇压。如今与魔族联合，完全填补了空缺。陛下，之前为何不让我说出全域之事？自然是为了给别人一个惊喜。找到了，凤老将军被困在南海断龙崖，妖气极重，生机正在衰减。断龙崖是什么地方？断龙崖是南海一处险地，易守难攻，可没有食物水源，难以久守。立刻点兵，朕亲自。陛下不可。凤星云大军已先行南下，南宫、詹台两家暗中调派人手沿途设伏，曹锟更是在各关隘布下眼线。陛下若率大军公开前往，等赶到断龙崖，怕是已经晚了。我连夜出发，绕开官道前去救人。末将愿同去。臣熟悉南海，可以带路。朕和你们一起去。什么？陛下，这太危险了！断龙崖现在是妖魔联军腹地，你若出事……陛下乃一国之君，岂能轻涉险地？正因朕是一国之君，才更该去。陛下若执意离京，朝政交由何人？凤星云一党虎视眈眈，朝中若无主事之人，恐生大乱。朕离京期间，朝政暂由礼部侍郎兼国师燕之玄代掌。陛下就这么信我？若我趁您不在，投了凤星云呢？你若会，早就投靠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燕之玄，朕信。臣遵旨。我们现在就动身，连夜赶赴南海，救回星月将军。是。这玉等等，谢枕月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路线的？国师占卜问天，可陛下却没有任何动静，我便猜到你们要暗中前往南海。陛下，我们的消息绝不能泄露，此人如何处置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南海凶险，你去做什么？若陛下途中遇险，身陷绝境，我正好亲手了结谢凤两家100年恩怨。陛下怕了？有意思，你想跟着便跟着。陛下，此人心怀不轨。你不是专程来杀我的，你是为了南海那些被魔气侵染的百姓来，对吗？胡说什么？凤氏子民是生是死，与我何干？我只是不想给凤星云添麻烦，才来找你罢了。那就跟上，跟丢了我可不管。这。
日夜兼程，总算到了。断龙崖在更南边，咱们要继续向前。又一个可口人族，你跑不掉的，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苍明，救人！哭啊！再哭大声点儿！老子就喜欢听人哭。孽畜！苍明，你不是被血魔头领重伤魔化了吗？我之后让血魔下去给你解毒。别害怕，我们是陛下派来救你们的。你安全了。陛下终于派人来了，阿爹失踪了，阿娘也……听这孩子的话，我们是第一批来的。凤星云呢？邀月将军早已领兵前来镇压妖魔联军，你们难道没有见到吗？邀月将军的军队3天前就到了，但他们全都驻扎在后方的观海城。城里的官兵说沿海太危险，妖魔随时会登陆，让我们渔民都搬去内陆。可是我们不捕鱼吃什么？家里人饿了好几天，阿爹不忍心就偷偷去捕鱼，1天1夜都没回来，我就跑出来找他。放弃沿海，退守内陆，这根本不是御敌，这是把整片海岸拱手让给妖魔。凤星云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怎么会？凤星云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弃百姓于不顾之事？他以前明明……天威小时候就能是姐啊！陛下，当务之急是救出凤金兰将军。南海军心已散，若新月将军真有不测，南海军将彻底崩溃。郎耀，你轻功最好，去观海城调查，我要知道凤星云的军队究竟在做什么，为何按兵不动。是。那这些银子你拿回去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。你要好好活着哦。为什么他会给我这种熟悉的感觉？难道当年那个女孩？姐上辈子识人无数，拿捏你还不是轻轻松松？等你知道真相，还不彻底对我死心塌地？这孩子就交给你了，把他带回家。陛下放心，我不在您身边，您一定要小心。你觉得我是摆设？你是去找凤星云，还是继续跟着我？我要去断龙崖见新月将军。那就继续赶路，尽快营救姑母。驾！将军，我们护送您突围。血魔头领，你能对付凤金兰吧？老子这辈子就怕一个人，而那个人已经濒临入魔，现在恐怕早就死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凤老将军，难不成您真要为了凤天武那个昏君，害得部下们都死在这儿？陛下肯定会派人来救援的。救援？罢了，我这个人心善，就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凤天武最近连早朝都不上，赵国师入宫侍奉，夜夜笙歌，他早就把你们忘得一干二净。将军，加油完了！将军，援军到底什么时候能来？是你们陛下放弃了吗？闭嘴！陛下绝不会放弃我们，他必然是有其他大事要忙。老身带出来的人都是有骨气的，你们如果不想死，可以投降，老身不怪你们。我等与将军死战到底！我等与将军死战到底！上，一个活口都不留！陛下，老身无法再辅佐你们。没了公母，谁替朕镇守南海？老身居然听到了陛下的声音，果然是快要死了。妖孽，安然！苍明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将军，援军真的来了，我们得救了！有援军！朕在姑母心里的形象究竟有多差？姑母竟相信小人之言。
陛下，陛下远在千里之外的王城，怎么会出现在此？老身这是濒死前的幻觉吧？姑母，您怎么这么不信朕？朕都站在您面前了，还以为是幻觉。当真是陛下，如假包换。看这，你怎么敢带陛下来这种地方？断龙甲妖魔环伺，陛下这出现半点闪失怎么办？姑母，是朕自己要来救你的。你胡涂啊你！当真是天助我也！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瞒过妖月将军流到这里，但奉天武啊，奉天武，你就带了这么3个人，也敢闯断龙崖，简直是自投罗网！血魔头领，杀了奉天武，再也没人能阻拦我们的大计了！血魔头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魔族不想要西境的地盘了吗？他就是奉天武，朱雀国女皇，杀了他，将军便能登上凤座，许诺魔族的事情也会兑现。苍冥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当初我用天魔珠引你魔性彻底爆发，濒临入魔，你早该心智尽失，沦为疯魔了才对。哼，我说一路南下，总闻到一股腥臭，原来是你这孽畜！以为用些下三滥的手段就能对付我？你我的旧账，跟对朱雀将军动手的新仇，即日别一起算了。血魔头领，你忌惮的人不是已经废了吗？现在你还怕什么？快动手啊！闭嘴！我唯一忌惮的人就是他，西境镇魔将军苍冥。当初一人就能挡魔族数名巨魔，今日只有我一人在这儿，怕是……青龙廓，该死！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苍冥，我就不信你一拳还能打死我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看来苍冥觉醒的千王血脉，让他对付魔族更加得心应手。苍冥，饶我一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废物！这我逃回去将消息告诉将军。大军出动，苍冥本事再大，奉天武也必死无疑。镇月公子，快用你的青衣控住他们！只要除掉奉天武，妖月将军登临凤座，届时你谢氏复国，指日可待呀！谢氏基因控制人心，奉天武，等会儿你就会绝望看到这些保护你的人是怎样对你出手的。正好路途劳累，朕也想听听御前乐师的音乐放松一下。干什么？奉天武，我们沾染的魔气消失了，是琴音，这琴音帮我们驱散了魔气。谢震月，你在干什么？与妖魔勾结，残害人族，这种事我做不到。好一个谢震月，我该你谢氏亡国灭种，祖宗基业毁于一旦，竟还帮着奉氏这群仇人！你父亲若在天有灵，怕是要活活气醒过来。你有很多话要说，但不是在这里。朕会带你回王城，召开三司会审，让你在满朝文武面前说个痛快。谢枕月，今日之恩，朕记下了。我竟然帮了仇人，母亲，我这般做究竟是对还是错？是老臣的失职，没能提前洞察妖魔联军暗中谋划，导致南海遭此大乱，更害得陛下身陷险地。姑母无需自责，妖魔联合突然，即便是朕也没有丝毫消息，又如何能怪您？陛下，南海此劫另有隐情，乃是人祸。数月前，
凤星云以南海军费不足为由，强行调走我3成守军，又派萧刃督军以各种借口拖延防线加固，克扣粮草军械。老身起初只当他是为了揽权，直至妖魔联军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南海腹地，而沿岸哨岗竟无一遇警，老身这才反应过来，这都是凤星云故意为之。陛下，臣探查关海城及周边驻军，发现城内主力根本未向沿海推进，反而在后方隘口修筑工事，摆出死守之态。凤星云根本就没打算出兵和妖魔联军作战。这个混账！姑母不是早就猜到了，又何必试探我？我的确猜到凤星云会放弃沿海地带，可陛下是怎么知道的？甚至他还知道我在考教他。凤星云之所以放弃沿海，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，坐视妖魔消耗朝廷与朕的威望。姑母，朕如果所料不错，凤星云已经将沿海地区割让给了海妖，而西晋同样许诺出去不少国土。待朕兵败或民心尽失，他再力挽狂澜，驱赶妖魔，届时他便是朱雀唯一英雄，唯一的皇。姑母，朕这般推测可对？哼，总算是长了点脑子，勉勉强强还没蠢到家。陛下，国师急报，西晋魔族同一时间大举入侵，边关告急，守军死伤惨重。这群魔崽子，只敢趁老子不在西境的时候作乱，老子镇守的时候，他们连头都不敢露。陛下，我愿赶往西境，镇压魔族。不可，西境与南海同时发难，这绝非巧合。妖魔联军牵制南海主力，西境魔族则趁虚而入，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朝廷兵力彻底分散，首尾不能相过。西境很有可能就是个幌子，就是为了调虎离山，让你离开。西境与南海都已动手，以凤星云的作风，他绝不会放过北境。他应也暗中派人联络草原8部，许以重力，引其南下。北境守军力量并不足，如果草原8部南下，必然难以抵挡，到时候必然是一场大难。你们都回去吧，镇南军老身带领多年，威望尚在，只要我回去，足以牵制凤星云。陛下，您必须回王城主持大局，切记遇到难事就去找国师，他必然有办法，绝不能让凤星云得逞，否则我朱雀城将会彻底大乱。姑母，事情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，我那个蠢妹妹太自信了。你的担心没错，北元8部不是可能会出兵，而是一定会出兵。那末将就放心了，陛下肯定早已做好了安排。现在倒是学聪明了，知道相信朕了。草原8部的确会出兵，不过却非入侵朱雀帮助凤星云，而是应朕之约，率草原8部铁骑南下，助朕镇压妖魔联军。尊敬的郎母，诸位首领，邀月将军特遣在下前来，愿与草原8部结百年之好。将军愿割北境5座附属城池于草原，并开放5城互市，自由商贸。从此8部族人不必再受风雪饥饿之苦，牛羊可南下越冬，皮毛盐铁往来不绝。竟然有这种好事！之前朱雀女皇放了我们，可还是有不少族人饿死，日子难过。若能得到5座城池，就不用担心冬季的严寒了。朱雀女皇仁慈啊！这位首领，这5座城市跟奉天武无关，是邀月将军愿意送给你们，以示结盟之心。条件是什么？邀月将军只求一事，请郎母率8部铁骑南下，助将军诛杀昏君奉天武，拨乱反正，登临奉座。荒唐！奉天武乃天神使者，能召天雷，之前更是仁厚放我等归来。如今你想让我们背弃誓约，与天为敌，就凭你们也配造反？诸位首领有所不知，当时的天雷不过是碰巧碰上雷暴天气，如今奉天武臣民享乐，朝政荒废，边境接连失守，早已气数将尽。而邀月将军雄才大略，手握重兵，深得民心，此乃天命所归。只要8部出兵相助，日后北境5城便是诸位囊中之物。郎母，此等奸佞小人，当斩首示众，以明我8部之志。我同意合作。老母，
奉天武与我等有不杀之恩，我草原八部儿郎重情重义，请郎母三思。我意已决，回去告诉邀月将军，草原八部愿与他共图大业，但我们需要见到诚意。此次出兵所有消耗，皆由你们承担。郎母英明，粮草早已准备好了。将军有言，您直接出兵南下，沿途补给便可。替我谢过邀月将军。郎母，您这是要让我八部蒙上背信弃义的污名啊！如此行为，让天下人如何看我等啊？谁说我们要背叛朱雀女皇了？郎母，您刚刚不是答应了那个家伙？半月前，奉天武密信已至我手，信中早已言明，凤星云必会派人前来游说，许以重力，引我八部南下。凤星云与妖魔勾结，此等行为连我草原八部都做不出来。女皇陛下要我将计就计，等到了南海，助陛下镇压凤星云，击退妖魔联军。连曹锟何时会来，会说何话都算到了，不愧是朱雀女皇。如此智谋，如此胸襟气度，凤星云在朱雀女皇面前根本不够看。奉天武以德报怨，救我八部于风雪，此乃情义。凤星云野心勃勃，为了登上皇位，勾结妖魔联军，背叛人族，这是不义。于情于理，我等都该起兵勤王。起兵勤王！祝真皇肃清奸逆！合作达成，已经出兵。凤星云的动作倒挺快，不过这样正好能让陛下早点回来。这么久没见陛下，倒还真有些想念。国师，这上面的人今夜子时之前全部秘密收押，单独监禁，罪名暂不必定，一律切断与外间联络，尤其注意他们与南宫、詹台两家的往来。国师，若有人反抗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。杀！是。去吧，把这个消息告诉陛下。陛下，臣会给您将这座王城洗得干干净净，待你归来之日，看到的会是一个再无阴霾的朱雀朝堂。恭贺将军，大事已成。北疆那边有消息了，阿如那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快，刚答应合作就已经起兵。草原八部铁骑不日边疆南下，这些草原蛮子早就垂涎我朱雀沃土，此刻有机会自然乖乖配合。好，如此一来，北西南三面皆在我掌控之中，奉天武这次便是插翅也难逃了。凤金兰那边如何了？萧刃尚未有消息传回。废物，一个老太婆带着几十残兵都解决不了，我留她何用？将军，凤金兰他们没有食物水源，今天已经是第7天，说不定萧刃已经成功，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！萧刃大人，他出事了。萧刃身边有魔族头领跟随，更有不少妖族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该不会是凤金兰那老不死的临死前反咬一口，把他给带走了吧？如果真这样，那死了也好，省得之后拖将军您的后腿。不是凤金兰，是龙，一条环绕着青金色雷霆的龙。龙？青龙，好大一条青龙虚影，从天上落下来，直接轰在了血魔头领身上，血魔头领直接重伤，恐怕萧刃大人也已经遭遇不测。青金色雷霆，青龙虚影，整个朱雀国也只有一人拥有这般力量，这魔将军苍明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南海？王城的探子呢？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？不可能！按王城眼线昨夜的密报，苍明昨日傍晚还与燕之贤在观星阁对饮，席间还醉酒摔碎了酒坛，许多宫人都听到了。
苍明，你这酒量还是这么差。放屁！老子还能喝。昨夜还在王城，怎会一夜之间出现在万里之外的南海？我们都被骗了。奉天武根本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暗中悄悄将苍明给派过来了。如果苍明真的在南海，那凤金兰必然还活着。萧然还未生前，他会招供我们与妖魔勾结，割让领土，构陷女皇，所有事情。一旦消息传开，天下人都会知道我们才是叛逆，到时整个天下都不会放过我们。将军必须立刻拿出对策，否则奉天武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除苍明和金龙虚影，你还看到什么？说！断龙崖上还有谁？凤金兰身边可还有旁人，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？还有凤金兰将军，他好像一直跟在一个女子身边，寸步不离。那女子似乎还被凤将军护在身后。女子被凤金兰护着？将军，难道奉天武最近在王城露面了吗？奉天武日日都在后宫享乐，国师几乎每天往后宫跑，出来时还衣衫不整。那就没错了，奉天武好大的胆子！仔细看，是不是他？就是他，虽然穿着不同，但那身形和感觉很像，非常像。奉天武，他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瞒过我所有眼线，从王城直达南海腹地。我这个昏庸的姐姐还藏了多少手段？殿下，此刻不是郁闷追悔的时候，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晚。既然奉天武亲至南海，身边又仅有苍明等寥寥数人，这是天赐良机呀！不错，他们人少势孤，又身陷重围，只要我们能抢在消息泄露之前，将他们彻底留在南海，谁又会知道奉天武来过南海呢？到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将罪名推给妖魔两族，而殿下您正好出来主持大局。传我将令，立刻封锁南海所有交通道路，派重兵把守，就算一只鸟也不能离开南海。我要让他们全部留在这。驾！停下！马蹄铁是军制形制，蹄印间距紧促是急行军。凤星云恐怕已经知道我们还活着了，提前在我们回王城的必经之路上布了哨旗。此刻整个南海怕是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我们这样一路直冲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那别杀出去，来一个，杀一个，来一群，杀一群。不可鲁莽，你或许能杀穿一路，但陛下呢？一旦陷入重围，有始无也。若有万一，老身带他们往相反方向走，制造动静，引开追兵主力。陛下，您与苍明、韩彻他们绕行回王城，可避开大部分关卡。这是唯一能让你安然离开的办法了。朕是朱雀之主，岂能独自逃生？弃姑母与诸位将士于险地。您能这么想，老身死也瞑目。但您是陛下，老臣等人的命，加起来也不及陛下万金之躯。来不及了。我的好姐姐，好姑母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凤星云，你就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哼，那就让你们看看堂堂正正的手段。杀！
简直是怪物！这样的敌人，真是我们能对付的吗？还有谁上来送死？姑母，朕的3个男人如何？你身为女皇，居然以身涉险，也就先帝当时眼光好，给你挑的男人都靠谱。将军，苍明3人等人悍勇，这般缠斗下去，万一王城方向有变……你说的对，拦住他们3个，我亲自来会会我的好姐姐。拦住他们3个，所有人重重有赏。有我在，你休想伤陛下分毫。谁告诉你是我要对他动手了？谢轸月，你要干什么？谢轸月，你敢？轸月公子，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奉天武一死，就再也没人能拦住我们了。小轸月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我只是终于看清，当年在血液里救我、给我披风、对我说活下去的那个人，不是你。为何我越来越觉得，凤星云身上找不到半分当年那人的影子，反倒是那个被天下人斥为昏君的凤天武。这披风，凤老将军，您认得这披风？这是先帝在位时特命宫中绣娘为当时年仅7岁的皇长女绣制的真黄纹。当今天下有资格穿这件披风的只有1人，如今的陛下，朱雀女凤天武。是他，真的是他！我几次3番欲要害的人，竟就是我寻了10几年的恩人。皇姐，我输了。这么反常，我这蠢妹妹肯定还藏着后手。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先把奖励拿了才是重点。拿下！宿主查清南海之事真相，救回凤金兰，阶段性任务完成，获得黄金10万两，魅力值永久提升50点。10万两，不对，这以后还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调戏不对，想宠爱哪个美男就宠爱哪个。凤星云投降的太过蹊跷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去关海城，那里还有部分忠于朝廷的驻军。走。太安静了，连一声鸟叫虫鸣都没有。现在才发现，晚了。杀了他们，一个不留。闪开！陛下，快走！你们找死！一群废物！我刚刚强行爆发血脉之力，需要调息片刻才能再战。将军，是北元八部。天助你！我的援兵来了。哈如娜，杀了奉天武，我许诺的5座城池即刻兑现，不，再加5座，整个北境任你草原8部驰骋。哈如娜，你还等什么？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盟约，你的过冬物资吗？他不动，
自然是因为他要帮的人从来都是陛下。10座城池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不要，反而要去帮奉天武，难道就不担心东京饿死更多族人吗？我北元8部再怎么困难，也不会忘恩负义，对自己的恩人出手。奉天武，好算计！皇姐，我输了。这是南海30万边军的调兵虎符，今日我愿亲手奉上，向你请罪。奉天武，陛下，你去死吧！陛下，您还会武术？略懂，也就能对付些没脑子的蠢物。想跟姐玩近身刺杀，姐上辈子学的散打和柔术可不是白练的。奉天武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用出来吧。奉天武，你仔细看看，我身边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曹锟，我早就让他带着我的性命去找海妖皇了。海妖皇存活数百年，实力强大，绝非我们能对付的。若他出手，若是我没有发出信号，海妖皇便会发动深渊海啸，吞没整个南海沿岸18城，南海百万生灵皆因你而死。为了这个位置，你当真是丧心病狂。成王败寇，奉天武，现在到你抉择的时候了，是把皇位让给我，还是为了奉座，看着南海数百万百姓被海啸吞没？陛下，让我带人去沿海地带查探，若真如他所说，我北元铁骑也可阻挡海妖，转移百姓。不可，若真爆发海啸，沿海地带立刻会被吞没，成为海妖主场。你们不善水战，此去太过危险。陛下，草原勇士从不畏惧牺牲，你们怕死吗？愿为朱雀女王献上性命。阿如那，若势不可为，立刻撤回，绝不可逞强。遵命，陛下。阿如那，等这一切结束，朕邀请你来皇城逛逛。算了，朱雀国的女皇，还是你来草原吧，那里没有王，只有吹过万里的风，还有喝不完的马奶酒。押上凤星云及其同党，立刻赶赴观海城。人类，你带来了我要的祭品。伟大的海妖皇，我家主人妖月将军承诺，只要您发动海啸助他登位，他愿再割让南海沿岸3州之地，作为您的猎场。不去，以100万生灵为契，换他一人皇座。我答应了，儿们，请来吧。陛下，海面真的开始上升了，必然是海妖皇动手了。他们在水中，我们根本无法对付。办法还是有的。国师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再不来，整个南海可就要被海妖皇彻底吞没了。臣在藏书阁中搜寻多日，终于找到了上古阵法——镇海大阵，可以克制海妖皇。可惜充当阵眼的镇海珠早已不见，威能大减，只能勉强抵挡海妖皇的进攻。检测到宿主面临深海浩劫，特殊道具推荐已解锁。推荐物品：万年镇海珠仿制品，虽非上古真品，但经系统优化，可完美替代原版镇海珠，启动镇海大阵，持续效果12个时辰。兑换价格：黄金88888两。8万8，系统你抢钱啊！这刚到手10万两黄金，还没捂热乎呢。罢了，钱没了还能再赚。如今只能先暂时抵挡海妖皇了。镇海珠早已失落多年，短时间内定然寻找不到。老身就算豁出命去，也要让海妖皇受伤。国师，你说的镇海珠可是此物？有了镇海珠，我有9成把握能镇压海妖皇，这还要多亏了陛下。也不看看朕是谁。身为女皇，
日后要面对的危局还多着呢，切不可因一时得手便得意忘形轻敌。姑母言之有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海上突然掀起100丈高的巨浪，沿岸10几个渔村全被吞没了。苍明、韩彻、郎耀，立刻带所有人手，全力搜救落水百姓，优先救孩子和老人。遵旨。国师，你速去布阵，朕为你争取时间。陛下无需担忧，臣来之前就考虑到没有时间布阵，我以阵图为基础做了修改，随时都可直接释放阵法。你们这是？陛下，我们回来了。阿如娜呢？半个时辰前，我们在沿海侦查，发现海啸，立刻就开始转移移民。可是遇到了海妖皇，拦住他。他为了让我们把这些百姓安全带回来，自己留下断后，牺牲了。阿如娜，救人！快！别怕，没事的。老母，快撤吧，挡不住的！海妖皇马上来了。带所有人走，立刻往观海城跑，不要回头。老母，你……这是命令，你要违抗我吗？遵命。驾！抱歉，我的女皇，看来我要失约了。人来燃烧我的祭品！海里的怪物，草原的狼，就算死也要咬下你一块肉！找死！是海妖皇来了！弓弩手，放箭！母舰对他不起作用啊！妖怪，休得猖狂！人类，你们还有什么本事？怪物，这根本就是怪物！苍明将军都无法与他抗衡，守不住的，我们不可能守住。不行，军心涣散，恐惧会传染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海妖皇攻城，我们自己就先乱了。将士们，朕知道你们害怕，可我们的身后是妻儿老小，你们愿意让这些畜生欺凌自己的亲人吗？不愿意。朕与你们同在，城在朕在，城破朕义不独活。陛下都在，我怕什么？不就是群大点的臭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奉天武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海妖皇的力量。现在放了我，跪下来求我，我或许还能以未来朱雀女皇的身份劝他暂退，否则南海18城被吞没，100万生灵涂炭，这滔天罪孽可都要算在你头上。凤星云，你弄错了一件事，他杀了阿如娜，他害了朕的朋友，吞了朕的子民，毁了朕的海疆，所以现在不是他愿不愿意离去，而是朕不会让他活着离开。这是你下在北疆召唤天雷的神符。阿如娜，朕来为你报仇了。天神，这必定是天神赐予陛下守护苍生的无上伟力。陛下有天神保佑，区区海妖算得了什么？装神弄鬼，就算你能招来几道天雷，劈死些喽啰又能如何？这茫茫大海，妖潮无穷无尽，你劈得光吗？天命所归，陛下是天命所归啊！陛下居然真的召来了天雷，海妖们竟然全军覆没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水能导电，这是连小学生都知晓的常理，你连这都不懂，还妄想与朕相争？我乃不死不灭的海妖王，人类都必死！将军莫慌，海妖皇存活数百年，肉身几近不灭，除非是上古传说中的镇海大阵重现世间，否则绝无可能真正镇压他。奉天武如果不想南海彻底被吞没，就只能乖乖向我们投降。
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手持万变，身有光明，三界侍卫，五帝司营，万神朝礼，意识雷霆，鬼妖丧胆，精怪王行，内有霹雳，雷神引鸣，动会交彻，武器腾腾。应知玄倒真有些本事，竟真被他寻来了阵图。就算找来又能如何？镇海大阵要以镇海珠为引，而镇海珠早已消失100年，不过苟延残喘罢了。看，没有镇海珠，这阵困不住他多久。等他挣脱，便是成毁人亡之时。是吗，我的好妹妹？你猜猜看，我手里拿着的是什么？是时候该给这场闹剧做个了断了。镇海珠，我做前人王为爱一仗。那怪物就这么被镇压了。陛下天命所归，区区妖孽也敢作祟！陛下万岁！主权万岁！陛下，幸不辱命，海妖皇已被镇压。镇海珠，奉天武怎么会有？他怎么什么都有？奉天武，不，你绝对不是他！奉天武只是个昏庸无能的废物，他不可能有这些手段。你到底是谁？陛下，此人欲趁乱逃跑，被臣抓回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小人只是一时糊涂，被凤星云蒙蔽，小人愿从此效忠陛下，做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陛下，这位可是陛下从前的心头好，陛下念及旧情，不如从轻发落。朕以前被此人蛊惑，如今他犯下如此大罪，岂能饶恕？更何况拿他与朕如今身边之人相比，简直是云泥之别，不堪入目。以前怎么没发现国师这份醋劲，好像比苍明他们还大些？凤星云，朕一直留你性命至今，就是要借你这饵，将藏在水下的鱼一条不剩全都钓出来。你做得很好，朕要重重赏你。逆守凤星云，勾结妖魔，叛国割土，陷害忠良，罪无可赦。南宫红、詹台静为虎作伥，资助叛军，其心可诛。将3人及同伙投入西境万魔窟最深处，让他们永生永世受魔气蚀骨噬心之苦。万魔窟，带走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不能。陛下，南海妖祸已平，我等也该护送郎母遗物返回草原，告知族人这个噩耗。阿如那是为救朕的子民而牺牲，朕不会忘记他。传朕旨意，追封阿如那为忠永镇北王，以王礼厚葬于北境，立碑永志。另外，8部秦王有功，只要你们不再侵犯，朕此后每年冬季调拨粮草，低价售给北原，助尔等族人安然过冬。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主线任务：驾驭4大南城，治国平乱进度已达100%，判定完成。宿主完成度达到200%，触发10倍奖励，黄金1000万两已发放至系统仓库，魅力值+50。陛下，逆乱已平，海患已消，臣等也算略有微功，不知陛下准备如何赏赐？朕就赏你们从今往后年年岁岁朝朝暮暮都陪在朕的身边。臣求之不得。这哪里是赏臣，分明是陛下给自己谋的福利。罢了罢了，谁让您是陛下呢？臣等只好从命了。朕的传奇，这才刚刚开始。